新空压机接上电，外壳就带电100多伏啊！快来看一下这个新空压机，说接上线以后，火线与地线测量，电压300多伏，正常电压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没找到什么原因。这是一台新空压机，难道新的空压机也漏电吗？测一下地线带多少伏的电，地线外壳带100多伏的电，那这个电是感应电还是漏电呢？140多伏，旁边是不是个地线呢？没接。这根线带120多伏，没接地线，是不是这个电接上地线就放掉了呢？奇怪的是，他们说另一台空压机外壳也带电，看一下这个空压机外壳也带140伏的电。再看一下它电源线，两台空压机，一台一个空开，一路线，这个是新空压机的，这个线两头都没接，带100多伏的电。这台新空压机还带变频器，没接地线，这个电是不是感应电呢？这个电是空压机自己产生的吗？那就把空压机的电闸拉掉之后测量一下进线3相电，测量单向火线对地的电压220左右，还行。测量下边的粗线端也是带电的，带170伏，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，拉掉电闸还有电。这个时候测量空压机外壳还是带电的，137伏。看一下这个电，用个电线能不能放掉？对钢结构，这个方管呲呲打火，所以很纳闷，电闸都拉下来了，为什么它还对地还呲呲放电？这样呲呲放电，这个线上是有电流的。电线这头连设备外壳，这一头对钢结构，掐上前表看一下电流，它是有电流的。0.7安呀，0.7安的电流，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再测一下其他的设备是不是也带电，接空压机的管还有这个气罐带100多伏，气管的接头金属的部分带100多伏，那里面还有一台设备，过去测一下，测气管看都是100多伏。这个不用吗？现在我现在关了。现在关了。我可以把闸拉下来。把这拉闸。拉闸也有点。拉闸还有。拉闸还有，这个感应电从哪来的？这是？那个呢？那个断电。啊，断电。断了就没了，那个漏电导致的。这个漏电导致的。你把它的电送上。送上就有，断了。啊，它漏电，这个是漏电的。没想到是这个设备在漏电，进线220伏，送上电就漏电。这里是进线220，一根火线一根零线。测一下设备的进线与设备外壳，看是不是漏电的。从表针摆动上来看是漏电的。看一下它设备内部，这里有个接头，然后压缩机。这里有一个电线的接头，就是进来220的电往别的地方分，这往外分了好几路，把这接头给打开，把线头一个一个拽出来，然后测量这几路对设备外壳，找出漏电的那一路，这一路漏电，表针是摆动的，100到头。看看这根线往后边走了，得要打开后盖看一下，后边有什么呀？后边应该是有风机，它有散热这一块，确实是风机。
下边有线头，风机的电容和接头线都烂了，线头都破皮了啊，线都烧了。这一块打过火，有的都烧断了，电线都破皮了，那就是它的原因。对设备外壳漏电，把这个接头重新做一下，接一下，把电路处理好以后再去测量，这些管道都不带电了，好了，漏电的现象没了。空压机接上地线，现在正常了。这也没想到是这台设备漏电导致的设备外壳都带电。给这几台设备做了一个接地，这个接地体选了这个钢结构，像这种工厂的钢结构都是一个好的接地体，可以连接接地线，设备外壳做接地更安全。那个设备漏电为什么漏保不跳？因为它不是漏保，它是空开，这个空开换成2批的漏保，那样漏电它会及时的跳开，它这个需要换个漏保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修好几天了，一直没修好。修好几天了没修好。昨天又过来修的。前两天也过来。它这个故障有点奇怪，家里边的电闸没有一个跳的，它时不时会跳这里的一个电闸，在楼道里，这里有个电表，2个电闸都是新换的闸，新换的也时不时的跳了100安的都跳了，换了新闸也跳，100安的也跳。这么细的线100安也得跳了。又跳了，原来是从这儿接的，换了一个路线。这线从哪来的？从下边上来的，下边跳了。房主说刚刚家里还有电，我上来以后就没电了。先测一下零火之间短不短路，因为家里的电路都没拉，所以说测的有电阻也是正常的，测的不短路。测漏电，与指标比插地线。有的师傅会说这种断路器漏电，漏电，确实是漏电。漏电它会跳吗？火线对地线漏电就相当于零火短路一样，电流会很大，它就会跳开断路器。像这种漏电，我个人认为它不会跳这个断路器。那它这个跳闸是这种漏电造成的吗？不一定，还得去家里看一下是不是家里的线路漏电。这一路主线顺着桥架进入了用户的家里，去家里看一下。去家里要穿过这个双煤的电梯，就是从这个门进，然后从这个门再出去，就是用户的家。哎呀，他有一个漏电保护器给他拆了。我知道这个爆过了是吧？这个线爆过呀，这个没换呀。对，这个没换。很明显这里有打过火的痕迹，像这种他们电工来了好几次都没发现，就是说这里有打黑的地方吗？这线都爆了，这个颜色这爆多严重？那个线已经发黑了。发黑了，你们都没看吗？对啊，我能看到发黑了。也没看着这儿发黑啊。它漏电不会造成这种跳啊。它主要是户内从来不跳。户内从来不跳。供电所说就是户内不跳的原因是他家里有线有问题，他越级跳到了。不一定啊。这个32的不跳，他跳你100安的。它不跳，16安的不跳，这些不跳是因为他们的电路没问题，而出现故障的是从这往上，它会跳中闸。32安不会越级跳，这些不会越级跳你100安的，跳200安的。那就是这个大闸有问题啊。断开电路以后，单独测量进线，它是不漏电的。难道真的是这个电闸不好导致短路吗？
就是这种原理说不过去啊，那就拆掉电线看一下。这个电线很明显线头有打过火的痕迹，就像两个线头突然碰在了一起的感觉。这原来发生过什么呀？这是把线头都打黑了，是这个空开内部不好吗？原理上说不过去，所以我要拆下来这个空开看一下，把电闸取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。从压线这个地方看，应该像线头虚接打火，不像是短路引起的。如果是短路的话，它电闸根本合不上，它为什么还能用电呢？现在是怀疑电闸不好，拿一个普通的空开先换上。这些主线都用摇表摇过，他们也都摇过，不过它下面的这些分路确实是有漏电的。这个他们房屋维修正在处理，就是卫生间这一块往外漏水，这个他们自己在修，我就不参与了。是卫生间在漏水。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跳闸呢？从这个线头上来看，不像是短路打火。像这种情况，短路打火它打的比这严重，那是电闸内部短路打火吗？另外，它这个过前沿保护的插头打过火，这个线头不是剪断的，是直接打断的。这是以前发生的故障，他们拆下来了，把线给包起来了，所以换上这个新闸之后，不知道还跳不跳。如果你还怀疑是电闸不好，那么我把它拆开了，不会出现短路的现象。这种电闸不会出现短路，因为它都是单批组合起来的，所以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在主线，就是进来的主线。换上新闸以后，一会儿外边又跳了，所以说它这个线路这个电线是有问题的，它和以前烧这个插头这一块没有关系，和这个电线也没有关系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您说这好奇怪呀，这个还是怀疑从总闸到他们家这一块的线有问题。最终还是在这等它出现故障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电梯一上一下就会跳闸，就是没有人上电梯的时候，电梯不动的时候，电路一切正常，然后坐上电梯上去它就会跳闸，所以怀疑是电梯造成的他家的跳闸。因为他这路主线出来以后，到他们家要经过这个电梯，要经过电梯井，所以最终还得找修电梯的师傅过来协助一下，进入井内看一下。直接看最后的结果，果然是在电梯井里边，就这个位置被电梯的升降锤在上升和下降的时候磨到了，磨到就跳闸。这个故障要感谢总包的师傅和维修电梯的师傅，这故障太隐秘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